明日起啊，找您二位一同彻查定远侯府通敌叛国一案，钦此。不是，皇兄他是不是喝醉了？怎会说出此等胡话？是啊，黄伯父都查不出来，让我跟他查。哎呦，陛下说，你们尽管放手查，查得明白最好。要查不明白，也得搅出些动静出来。若是1个月后还查不清楚，就让王爷和郡主去跟定远侯作伴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闺女啊，你黄伯父是不是疯了？定远侯通敌叛国这么大的案子，让咱俩去查，那咱俩能查得明白吗？爹，黄伯父不是说查不明白也要搞出些动静来吗？是不是黄伯父压根就没指望咱们查明白，只是想让咱们把这水给搅浑？肯定是那些老狐狸啊，给你黄伯父施压了。你黄伯父让咱们去吸引那些官员的注意力，然后好让锦衣卫能够抽多的时间去查出事情的原委。爹，你还不算太笨，搅和这事儿我擅长啊。那就分头行动吧。欺人太甚！二皇子这是趁火打劫，故意作践我闺女。母亲，女儿答应。爹爹明日便会被人害死在狱中，只有二皇子能救他。可那是做妾呀！你可是侯府嫡女，怎么受得了这样的折辱？只要能救爹爹的命，女儿不在乎。我不同意，姐，我宁愿去劫狱，也不让你给人做妾。阿生，别冲动，劫狱是死路一条，还会连累全家。那我去敲登闻姑，我要亲自问问陛下。木生，站住！薛小少爷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？啊，给你爹通风报信。何鸿洲，当年你爹战死，是侯爷收留你们孤儿寡母，你这忘恩负义的畜生！此一时彼一时，本官奉皇命行事，只知皇命，不知私恩。唉，薛大小姐，当年你看不上我，如今后悔了吗？我何府现在还缺个妾室，你要是能来求我，或许我能赏你一口饭吃啊！你这个畜生，我要杀了你！木生，何校尉，你今日欺辱侯府，是奉旨还是动用私刑？你爹的案子已经移交端王和朝阳郡主了，陛下看来已经放弃他，你们侯府是再无翻身之日喽。不如何校尉，陛下指令我等看守侯府，禁止出入，未曾允许我等伤人。你这般，再敢多嘴，军法处置！畜生！你这个畜生啊！你这个畜生！你敢羞辱我女儿，我跟你拼了！坏蛋，不许欺负我姐姐！我今天呢还就欺负了薛大小姐。我的手！谁？哪个不要命的杂碎放的冷箭？老子剁了他！哎呀，瞧瞧本郡主这准头，
发百中，果然天赋异禀。宿主，你怎么不直接用狙啊？醋把这狗东西脏了我的狙。郡主，你何时学会射箭的？不知道啊，本郡主不记得了。啊，奴婢知道了，郡主天赋异禀，看过就会。你知道什么了？我自己都不知道哎。那当然，本郡主这种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，区区剑术，小意思。朝阳郡主，你敢伤害朝廷命官？本郡主就是伤了，你能奈我何？你目中无人，欺辱朝廷命官，本官要上奏陛下，治你重罪。哦，那你去吧，本郡主甚是期待呢。我的手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去皇宫禀告陛下，就说本官奉旨查定远侯府一案，遇上这狗东西私闯府宅，滥用私刑，能不能就地把人射杀了？下官并未动用私刑啊！方才那是薛小少爷擅闯府邸，下官也是为了执行公务，这才上前阻拦的，绝无半分逾越之举。你当本郡主瞎吗？郡主饶命！下官并未，是那薛家。把这狗东西拿下，待会儿扔进刑部。至于他们，刚才不是笑得很大声吗？都笑啊，怎么不笑了？郡主饶命啊！既然禁军当不明白，正好本郡主的京都巡查司正在修缮，把人都送过去修宅子，半月内修不好，那就把他们全部挂城墙上风干了去。郡主饶命啊！从现在起，你接替那狗东西的职位，往后你全权负责定远侯府的看管事宜。若是还出现今日这种情况，本郡主当场射杀了你。谢郡主提拔，属心当尽心尽责，绝不辜负陛下和郡主的信任。你们都下去吧。多谢郡主出手相助。郡主，在下有愧于你。难不成定远侯府通敌叛国的是你？郡主，我侯府世代忠良，对朝堂忠心耿耿，日月可昭。便是粉身碎骨，也绝不会做那等通敌叛国的千古罪人。老身若有半句虚言，甘受天打雷劈，满门抄斩。既没有通敌叛国，你有愧于我是吗？难道是骗我钱了？在下对不住郡主，从前见你总追着那个顾世子往书院跑，在下曾在背后望一过郡主，是在下鼠目寸光，以偏概全，有失乃儿气度。啊！孰能忍，痛不能忍！宿主，揍他！啊！阳寿加1，阳寿加1。本郡主向来大度，不在乎闲言碎语，但是本郡主心中唯有2样：一是朝廷安稳，二是天下百姓。只要能忽悠江山无恙，黎民安康，区区几句又何妨？阳寿加1，阳寿加1，阳寿加1！求郡主为我定远侯府做主，我等以性命担保，侯府对朝廷绝无二心。求郡主还我侯府一下公道。放心，本郡主一定会尽力查明真相，还侯府一个清白。
郡主请留步。这是今早小女收到的字条，上面说我爹爹明日在牢狱会被人陷害，再伪装成畏罪自杀的模样。求郡主救救我爹！纳侯府嫡小姐为妾，哎呀，二皇兄想的还挺美。放心吧，你爹不会有事的。外面的工人都死了吗？这么大个人闯进来都看不到。真不是让你去查案子吗？你怎么又往宫里跑啊？黄伯父，案子我已经查清楚了。这才一下午，你就查清楚了？那当然。那你说说，丁元侯有没有通敌卖国？没有。你可查到了什么证据吗？没有证据。不过我刚去问了丁远侯府的人，他们说没有通敌叛国。你查案子就是靠问的？我问的真诚，他们回答的真诚啊。这还真是闲的，听他胡扯。你要是没事儿，去陪你皇祖母说说话，朕正忙着呢。我不去，我忙正事儿呢。黄伯父，你想不想知道是谁在陷害丁远侯府？黄伯父想不想听一听事情的来龙去脉？行，你倒是说来听听。你给我50两，我就告诉你真相。你穷疯了是吧？福海，给他50两。福公公，你伤好了，注意多休息啊。谢郡主关心。我谢谢您呢。我这招谁惹谁了？我这是。黄伯父，你看，凶手肯定是你二儿子。混账东西，真是反了天了！丁远侯府虽遭圈禁，但那也是朕的臣子之家。他一个皇子不思体恤，反倒趁人之危，逼迫侯府之女为妾，这般阴私卑劣，与市井无赖何异啊？就是，堂堂皇子，心里不装着百姓，不装着国事，一天到晚就知道想这种事情，堕落。你看侄女我，心中只有朝廷和百姓，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，就想如何为黄伯父分忧。传朕旨意，把这孽障给朕绑来。朕倒要问问他，是谁给他的胆子，敢在京中如此无法无天，败坏皇家颜面？就是无法无天，成何体统？你二皇兄得罪你了？没有啊，关系好着呢。黄伯父，我觉得就是二皇兄为了逼丁远侯把闺女嫁给他，就设计陷害他爹通敌叛国，让他下大狱，然后再假惺惺的逼着薛家小姐给他做妾。事情这么简单，朝堂上这些官员会查不出来吗？那谁知道呢？那你说，要不是二皇兄干的，他怎么知道明日丁远侯会在牢中自缢？这逆子难不成要造反？哦，这么刺激的吗？哎呀妈呀，阳寿已经长了2个多月了，哎呀，太好了，死不了了！黄伯父您放心，有我在，没有任何人能够伤得到您。难得你这份心呢。不过我这儿哪儿一位不比你能打呀？黄伯父，要是您儿子真造反了咋办？打死他们吗？你说你没事娶这么多妃子，生这么多儿子干嘛呀？你看家产分不过来了吧？还是我爹聪明，就生了我一个。有我这么个孝顺的女儿养着他，我都羡慕我爹了。朕跟你爹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了？不都是皇祖母的儿子？还是说你看不起我爹？哎，这小混账居然这么维护他爹，我怎么感觉有点心酸呢？你能不能给朕消停点？
黄伯父，你变了。我就知道灵犀郡主要进京了，黄伯父心里偏心别的郡主，已经忘了我这个天天给你捏肩捶腿的小可怜了。你这小混账，朕哪次没有偏袒你了？儿臣参见父皇，不知父皇急召儿臣前来，所为何事？你还有脸问？看看你自己做的好事儿！啊，这不是我让人递的定远侯府的字条吗？怎么会出现在父皇的手中？定然是这个死丫头！儿臣一时糊涂，求父皇开恩。黄伯父，二皇兄刚才瞪我。都多大的人了还告状？这问你，定远侯府的案子到底有没有你的手笔？父皇，儿臣冤枉啊！儿臣绝对没有参与定远侯通敌叛国一案，儿臣只喜欢侯府小姐，才会一时糊涂。父王明鉴呀！忽悠谁呢？你在字条上明明都说了，明日定远侯会在牢中畏罪自缢，你还说你是冤枉的？都是我糊涂，都怪青羽表妹说的梦到侯爷会自杀，所以我才鬼迷了心窍。求父王明鉴，儿臣就是胡乱编造的瞎话，吓唬定远侯府的人的。那谁知道，万一是真的呢？朝阳妹妹，不知皇兄哪里得罪了你？为什么今日总是要针对我？二皇兄，咱们在说案子的事，你扯咱俩的关系干嘛？想让我包庇你？那不可能！既然陛下把这案子交给我，那我就不能辜负了陛下的信任。如果你是冤枉的，那就拿出证据证明你的清白。朝阳说本殿下诬陷定远侯，你可有证据？有啊，你手里的纸条不就是证据吗？人证物证俱在，赶紧认了吧。父皇，案子怎么能这么查呢？赵阳分明是胡闹，仅凭一张字条就说是儿臣干的，儿臣冤枉呀！说谁胡闹呢？你要是行得端走得正，我能找你吗？别老转移话题。若是明日这定远侯真死了，二皇兄要怎么跟陛下交代呢？你给朕说清楚，你怎么知道明日定远侯会在牢中自缢呢？儿臣今日朝臣都在催朕结案，若定远侯死了，这案子就是死局，幕后之人岂不是逍遥法外？来人，传朕旨意，立刻通知刑部严密看守牢狱，任何人不得擅自接触定远侯。父皇，那个字条上的话纯属儿臣的一时戏言，绝无半分歹意。儿臣愿意全力协助赵阳妹妹彻查此案，洗清自身的冤屈。准了，若1个月后查不出来，你也不用再来见朕了。谢父皇。皇兄啊，我把案子查清楚了。闺女啊，爹跟你说，这一次那英国公死定了。爹，你不是去刑部了吗？关英国公什么事？你不会是没去刑部找英国公斗鸡去了吧你？皇兄啊，我今日去刑部提审那定远侯，皇兄你猜，结果我审出了什么？你要是还不说，就赶紧滚出去。依我判断呢，这通敌叛国之事肯定是有人陷害了定远侯，要不然他好好的一个侯爷，吃饱了撑的去干这诛九族的事儿啊。本王细想了一下，若说这定远侯得罪过的人，满朝文武啊，那就我跟英国公俩人了。虽说定远侯以前经常弹劾本王，可本王大度，不与他计较。可英国公就不一样了，他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小人，此事肯定跟他脱不了干系。这就是你查出来的东西啊？爹，你查案纯靠自己猜测啊？本王就那么不靠谱的吗？啊，能不能先听本王把话说完？本王今日提审的时候，特意着重问了那定远侯，最近的英国公有没有什么异常？你们猜怎么着？
你要是再卖关子，我可要上手挠你了。定远侯跟我说，几个月前他府上的老夫人大寿，朝中不少人赴宴，英国公夫人也带着儿子去了。不过据定远侯回忆，当日在宴会上，那英国公世子的小厮在他书房附近不小心迷了路，最后还是侯府的下人发现，把他领到了宴会上，交还给了英国公世子。父皇，这英国公世子的小厮肯定有古怪，咱们抓来一审不就知道了？他这么积极，难道是想抢咱们的功劳？黄伯父，我现在就去把人抓过来审一审。闺女，等等你爹我。父皇，儿臣也去瞧一瞧。京都巡查司办案，还望国公爷配合。不知老夫府上究竟犯了何事，竟劳动郡主亲自登门拿人呢？陛下怀疑英国公府涉及定远侯通敌叛国一案，特派本官上门拿人审问。若是国公爷不配合，本官有理由怀疑你抗旨。不是啊，我好好在家养鸡，怎么跟通敌叛国扯上关系了？瑞王得瑟，我能理解。二皇子这么激动干啥呀？哎呦，既是陛下的意思，那几位请坐吧。啊，二殿下，不知老夫府上犯了何事啊？怎会与通敌叛国之案扯上关系呢？那就要问国舅爷的儿子，哪个不学无术的逆子通敌叛国？还有这能耐？等等我。上啊，常胜，咬他腿！就这混样，他能通敌叛国？你怪我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我们马上就要分出胜负了！少在这儿撒野啊！我问你，上次去定远侯府老夫人寿宴，你带去的那几个小厮，立刻给我叫过来！凭什么？你们擅闯我院子，我还没追究你们责任。郡主让你把人喊来就喊来，你再废话，靠不打断你的腿。久的事情了，我哪里记得住？哼，不记得好啊，不记得正好本殿下带你去刑部坐坐，说不定你立马就记得。快去把我院里所有的小厮都给我叫过来！小样，这会儿怕了吧？是世子爷。哎呀，爹，这都多少月前的事儿了，谁跟着我的我真记不清了。你们找我那天带的小厮干嘛？干嘛？定远侯府老夫人寿宴上，有人亲眼看见你的小厮鬼鬼祟祟出现在定远侯府的书房附近，从实招来，免受皮肉之苦。都给我抬起头来！定远侯府老夫人寿宴，谁跟着世子过去的？站出来！说，你们谁在中途离开过？回老爷，是荣生。荣生出来！回老爷，荣生几个月前说家中母亲病重，支了些银子走了，就没回来过。奴才前些日子派人去打听，说他根本就没有回过家，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。好你个英国公，竟然敢杀人灭口！老夫何时杀人灭口了？你没有听到管家说吗？啊，那小厮凭空消失了。你当本王傻呀？啊，凭空消失，还不是你这老匹夫担心事情败露，杀人灭口了？你血口喷人，公报私仇！你啊，别想装晕碰瓷儿啊！那小厮是你们府中的人，也是从你府中消失的。你们要是拿不出证据，本官把你们全都抓起来。对，全部都抓起来！国公爷，拿不出证据，怎么证明你的清白？管家，快去查查这个小厮的来历，平时都和什么人接触，越细越好。快去！各位都看到了，我府中那么多下人，谁会关注一个不起眼的小厮？
至于他那天为何鬼鬼祟祟出现在定远侯书房附近，老夫实在不知，但老夫愿意配合调查。我们怎么相信你啊？万一你今晚畏罪潜逃了呢？老夫疯了！那谁知道呢？万一英国公今晚就去把那个定远侯给灭口了，毕竟这小厮已经说没就没了。二皇兄说的对啊。既然你们都不信老夫，你们说怎么办吧？你去刑部跟定远侯作伴去吧。要是定远王死了，你也别活了。郡主说的对啊，国公爷在牢房看着定远侯，若他完好无损，那国公爷自有机会洗清冤屈。二皇兄你也去。本殿下为何要去？你也有嫌疑啊。好，本王今晚就去那个牢房看看定远侯。本殿倒是要看看谁敢在我眼皮子底下杀人。爹，你说有没有可能二皇子和英国公两人是一伙儿的？哦，难怪他们要一起去刑部。爹，咱们得夜探刑部，抓他们个现行。你是说二皇子和英国公那个老匹夫今晚会联手搞死定远侯？很有可能。夜深人静，正是杀人放火的好时候啊。那可不能让他们得手啊！闺女，走，咱们也去刑部。哦，对了，把你的人全部都带上。哎，爹，咱们得偷偷去打草惊蛇，还怎么抓现行啊？就这还刑部大牢，一群酒囊饭袋，我们三个大活人来了都发现不了。这要是定远侯被害了，谁也看不到。不好，凶手不会是已经动手了吧？爹，我压大吉手，我赢了，你给我100两。想得美，我也压大吉手。大吉要是不上，咱爷俩今晚都得交代在这儿。闺女啊，我瞅着咱们得去帮忙啊。啊，爹，不在心上了。你再欣赏，那咱俩都得去找你皇祖父报道去。连我都给暗杀了，谁给的胆子？你去哪儿啊？服不服？老子跑得比你快多了。他娘的，遇到个跑得快的傻子。嘿，你不讲武德，竟敢泼沙子！有本事你追我呀！魅力了不起啊！你打我噻！老子今天非得弄死你这个傻子！啊！裴大人，救命啊！裴大人，你本郡主揍他，往死里揍！早知道你这么菜，我还跑个啥？郡主可有受伤？当然没有，我厉害着呢。那这个人是怎么回事？这人不讲武德，跑不过我就动手打我。哼，等着，我明日就让我爹去给我找个武学夫子，咱们来日再比。如果下官没有猜错的话，应该是刑部的犯人。郡主怎么把人引到我府上来了？哎呦，我爹呢？我那么大一只爹呢？我爹呢？啊！爹，你还活着吗？郡主别慌，王爷暂时没有生命危险。啊，我爹没死啊！我不懂医术，眼下必须尽快把人送进皇宫，请太医诊断。福公
求你了，我现在就要！这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黄伯父，我爹好像要嘎了！陛下，王爷和二皇子还活着，没死。你们摆成这副阴曹地府点名的模样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太医呢？太医，赶紧看看他们这是怎么了？全嘎了。今晚我们还能活着出去吗？张太医，我爹怎么样了？还能活多久？我爹是不是嘎了？哎呀，我可怜的爹呀！幸好郡主送来的早。送晚了会怎样？是不是毒药入肺腑了？对了，九转还魂丹一定可以救爹的命。再晚一步啊，王爷就醒了。闺女，你玩沙子去了？黄伯父，爹，我这么狼狈，全是他弄的。要不是我跑得快，我就被他一巴掌拍扁了。狗东西，敢欺负我闺女，老子扒了你的皮！朝阳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黄伯父，今晚要不是我和爹聪明，那定远侯就凉凉了。你们夜探刑部，为何不带上府中侍卫？朝阳，朕不是给了你上百个精锐吗？如果我带那么多人，能叫夜探吗？哦，对了，张太医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断魂散呐，乃是江湖上最阴毒的毒药之一。此毒一旦摔落在地，便会立即化作一团黑浓烟雾，吸入者当场就会毙命。这么危险的东西你是哪儿来的？怎么能放在身上呢？我瞧那个凶手要把这瓷瓶往地上砸，有些好奇，就把瓶子没落地的时候接了过来。什么？是不是鸟接不住，你们妇女都没了？哼！裴炎，臣在。把人拖下去审，给朕往死里审。绝地三尺要查清楚，到底是谁派来的？这人是我盯着的，黄伯父怎么能把我的功劳给了别人呢？你的功劳，朕都记着呢。此人深藏剧毒，绝非善类，扔去锦衣卫大牢，让他们好好审审。锦衣卫能审，我京都巡查司就不能审了。黄伯父，您看不起我？你知道怎么审犯人吗？这郡主要亲自审。这个线索是我发现的，人也是我带到你府上的，要不是我，你根本抓不住他。郡主很厉害，大理寺查了这么久的案子，都没有查到任何线索。郡主跟王爷一出马，一天就查到了，在下佩服。本郡主当然厉害，哪是朝堂上那些酒囊饭袋能比？陛下，此案本是郡主的差事，下官身为锦衣卫首领，理应配合。不如就让下官协助郡主审案查案，尽快揪出幕后之人。也好，务必保证郡主安全。这个案子本王也参与了，你们几个怎么没有一个问我的意见？他们几个怎么还不行？回陛下，二皇子和英国公乃是饮下了掺有迷药的酒水，药效较重，所以昏睡不醒。黄伯父，二皇兄和英国公肯定是同伙，他们觉得定远侯今晚死定了，提前喝酒庆祝呢。皇兄啊，这幕后之人肯定是这老匹夫，我刚查到他府中的小厮，结果他就杀人灭口了。陛下，已是3更天了，您连日操劳，不如先回去歇歇，龙体为重啊。案子有王爷和郡主呢。张太医，你快看看我皇兄怎么了？
陛下，您近日操劳过度，方才又受了些惊吓，情绪剧烈波动之下，旧疾便犯了。皇兄这旧疾都这么多年了，还没找到法子根治吗？你们这太医院是干什么吃的？空间里的果子对滋养身体有奇效，黄伯父一定会喜欢的。黄伯父，吃颗橘子就不疼了。朝阳，你吃吧，黄伯父这是老毛病了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哎呀，黄伯父你尝尝，可好吃了。居然真的不疼吗？朝阳啊，你这橘子哪来的？啊，朋友给的。你有朋友？怎么说话呢？我当然有了。难道是他娘亲？瑞王妃是不是嫌弃瑞王只跟闺女见面呢？皇兄，你往后啊，还是少喝点酒，平日里正经点，否则是没有女子能看得上你的。交代遗言，张太医啊，我皇兄这病到底能不能根治啊？王爷放心，陛下只是旧疾发作，并无性命之忧。还是你这孩子贴心，不愧是朕一手养大的孩子，果然没白疼。皇兄啊，这是我闺女。哼，你闺女，你自己养过一天吗？薅羊毛的机会来了。哎，黄伯父，您看看，哎，我这弓箭是不是有点旧了？阿福，去把朕司库里的那把流云弓取来，赏给这个小混蛋。是，陛下。也就朝阳郡主敢这么明目张胆的从陛下司库里顺宝贝了。上次三皇子讨要，陛下都没有应允呢。还是这弓有牌面，这才符合本郡主的身份。黄伯父您放心，我回头就让我江湖上的朋友给您再选几个橘子来，保准黄伯父长命百岁。皇兄，我想要你司库里那把。滚！唉，这都什么时辰了？郡主用完午膳了吗？啊，你们锦衣卫还管午饭？郡主如果真没吃，下官让人去准备一下。哦，待遇真好，看来是真管饭啊。裴大人，昨晚那贼人呢？哦，回郡主，人这会儿关在牢房，下官这就带您过去。是谁派你来杀定远侯的？郡主，此人拒不招供，属下这就命人备刑，不信撬开他的嘴。哎呀，别费那劲了，带上人跟我走。啊，郡主，这是要带人去哪儿啊？查案呢。裴大人给我找个囚车，我带他去街上溜溜。我就不信，京城这么大，没有认识他的人。裴大人觉得本郡主今日哪里不一样啊？郡主，郡主今日气色甚佳。我问你，我这弓帅不帅气？背上是不是像个武功不凡的大侠？难道郡主把那贼人拉上街溜一溜，该不会是为了炫耀他的新武器吧？啊，这个弓箭样式别致，郡主真是好眼光啊！京都巡查司办案，郡主有令，凡识得囚车内人者，或能够提供线索者，赏银1000两。什么？赏银1000两？
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别起，都别起，一人一张，都看仔细了。还能这么审犯人啊？真是闻所未闻啊！郡主，我招，我全都招。我真不知道雇主是谁，我只是个拿钱办事的江湖杀手。干我们这行的，只认钱不认人。雇主通过暗桩传信给阁内，我们再去阁中接任务。阁内只给了我去刑部大牢杀定远侯的任务。这溜一圈真就招了，太不可思议了吧？你说你是杀手，你拿什么证明？这个是血影阁的令牌，阁中规矩，雇主从不露面，只通过暗桩传消息。我们选择自己要接的任务，完成之后，凭借此令牌去阁中领赏。郡主，江湖中确实有一个叫血影阁的杀手组织，行事诡秘。这个令牌的样式跟传闻中的也相符。谁家杀手这么没用，跑步都跑不赢我，还能杀谁啊？任务失败不赶紧逃走，你跑了10几条街追杀郡主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倒是想逃啊，奈何遇到一个这么难缠的主。裴大人，抓个没用的杀手没意思，能不能端了这个血影阁？裴大人，把那雅监里的人给本郡主围了。裴炎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带人围堵本殿下的包房，你真是活腻了。三皇子息怒，并非是下官无礼，而是郡主奉旨查案，还望三殿下配合查验。配合查验？哼，一个小丫头，少拿鸡毛当令箭。刚才是2道杀意，一道是三皇子的，另外一道是谁的呢？如意，拿纸笔来，把这雅监里所有人的名字都记下来，一个都不许漏。不好，此事往小了说是朋友小聚，往大了说就是结党营私，勾结朝廷官员呀！你这是做什么？皇兄不过朋友小聚，你犯得着上纲上线吗？你是哪位皇兄啊？方才本郡主办案，感觉到2道杀意，一道是你的，另外一道是谁？我得把名字记下来查一查呀。我那是杀意，我那是嫉妒，好不好？凭什么父王的流云宫给了你？父皇任命你为京都巡查使，仅凭猜测断案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就是看我抓到想杀定远侯的贼人，担心他暴露你们，就想杀本郡主灭口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们就是好友小聚，怎么平白被郡主扣上这么大的帽子？郡主查案就是这般颠倒黑白的吗？没证据胡乱攀咬，实在霸道。你们若是清白，为何这般激动？别以为父皇赏了一个京都巡查使就敢胡作非为，真当这天下没人治得了你吗？你吼我，还想打我？你们这群人陷害定远侯，通敌叛国，被本郡主发现，如今还在这雅监密谋如何杀害我，太可怕了！黄伯父，我找到幕后之人了。朕为何要让这2个混账去查案呢？这不纯粹给自己找罪受。说吧，今日又是谁惹你了？黄伯父，有人要杀我。昨晚那贼人的同党不止一个，一屋子同伙。你个混账，那可是杀手啊！你把人带上街去，你就不怕这杀手背后组织暗杀你啊？只要能给黄伯父分忧，死忧何惧？我谢谢你啊！你别给我惹事儿，我就烧高香。你说找到一屋子同伙，是找到血影阁的老巢了？没有，我找到了认识杀手的人，因为我察觉到了杀气。有2个人想杀我，其中一个是您的儿子。
朕一直觉得老三性情暴躁，没城府，还主动请缨到城外剿匪。哼，没想到私下勾结朝中大臣的嫡子们。黄伯父，他们密谋要杀我，我可是家里的独苗苗，你不能不管啊！你三皇兄为何要杀你啊？肯定是我坏了他们的好事呗！黄伯父，你把名单上的全部抓进大牢，挨个审，一定能找到凶手。要是再让你们查下去，估计除了朕都得关进去了。你把名单放下，朕会处理。放心，你三皇兄不敢杀你。怎么不敢？他想打我呢，幸好我跑得快。那你想怎么处置他们？办案抓人是要讲证据的，仅凭一个眼神就要抓人呢？偏心偏袒。阿福，去把往年科举的重磅名单取过来给朕看看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敢动手打我，我就告诉皇祖母。你胡说什么？我何时打过你？你别过来啊！我警告你，老子可是家里的独苗苗金疙瘩，你要是打了我，我爹不会放过你的。哼，本皇子还奈何不了你这个郡主了。三皇兄，你要干嘛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竟敢在御书房门口打人，你太放肆了！皇姐，救命啊！三皇兄要打死我！你给我下来！你再敢凑近朝阳，我就告诉父皇皇祖母，看他们不扒了你的皮！叶子辰，你敢打我闺女！爹，三皇兄太吓人，我要回家，我要祖母，祖母呢？哎呦，闺女，别怕别怕，爹在呢。来，让我看看伤到哪儿了。爹，我要回家，祖母呢？我要祖母，我要祖母。三皇兄，你什么眼神？看把朝阳妹妹吓的。你是不是背着本王打我闺女了啊？要不然她怎么会如此怕你？这小混账向来天不怕地不怕，莫非这三儿真的打过他？父皇，你看三皇兄把朝阳都欺负成啥样了？父皇，儿臣没有，儿臣只是想跟朝阳说几句话。你还撒谎！明明是你要打朝阳，他都吓得爬到树上了，你还追到树上，在御书房门前你都敢如此放肆，那背后还了得？闺女啊，是爹没保护好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皇兄，你儿子欺负我闺女，你说怎么办吧？混账东西！身为皇子不知团结兄妹，皇家颜面何在？来人，撤去官职，押去宗人府。定远侯案什么时候查清了？能证明你的清白？什么时候再从宗人府里滚出来？那给你压压惊，皇姐带你出去逛逛逛，买买买，就不难过了。走。哦，走，逛逛逛，买买买。皇兄，你儿子欺负我闺女，你得给我点银子，我得买点东西给我闺女补补。那我就去告诉母后，你儿子欺负我闺女。你给朕回来！阿福，给他3000两银票。是。这家铺子是我舅舅开的，你看中什么就直接拿，回头我和舅舅说一声就行。哇，咱舅舅真厉害，竟然能在京城开这么大的珠宝店。是我舅舅，什么咱舅舅？咱
咱舅舅果然好眼光，用料不凡，款式也大气。哎呀，这只是一间铺子，舅舅还有好几家珠宝铺子呢，改天再带你去逛逛。赶什么天啊，就今天吧。掌柜的，把刚才我妹妹摸过的全都包起来，我会亲自和舅舅说的。哦，黄姐，你真是我的神仙姐姐，以后黄姐的事就是我的事。天杀的黑店呐，还我弟弟的命来呀！这是舅舅的酒楼。有人闹事，我要去看看。哎呀，你回来，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就往里冲。如意，去巡查司摇人，咱们先看看情况再说。各位乡亲啊，来评评理呀！我弟弟中午吃了石鼎轩的八宝鸭，回家人就没了。石鼎轩草菅人命啊！这位好汉，可不能乱说话。我们石鼎轩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要害你啊？再说这皇城脚下，你叫我们10个胆子也不敢下毒害人呐！铁证如山，我弟弟中午从石鼎楼买了一只八宝鸭回去，刚吃上没多久就上吐下泻，疼得茶滚，半个时辰人就没了，还我弟弟命了！舅舅和他们无冤无仇，为啥下毒害他？这不胡说八道吗？你舅舅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了？京兆府办案，闲杂人等闪开！今天大老爷，你可要为小民做主呀！这石鼎楼害死我弟弟，求官爷替我弟弟伸冤呐！苦主状告石鼎楼吃食有毒，致人身亡。掌柜的，对不住了，得请你去衙门走一趟，锁上，带走。大人，冤枉！小弟正经营生，为什么要下毒自砸招牌啊？这案子我京都巡查司接了。郡主，人命官司，按律当由京兆府接管。京城大小事务，上至王侯府邸，下至市井街巷，皆在我京都巡查司的管制之内。这人命官司，既发生在京城地界，那就归我京都巡查司管。把人全部带走，本官要亲自审理此案。是。我是苦主，你们凭什么抓我？你不想去巡查司啊？那也行。来人，把桌椅搬来，本官就在这石鼎楼门口，当着这么多百姓的面审。草民想去京兆府。你看不起本官这巡查司？草民刚刚报的是京兆府的案子。你跟他眉来眼去的干嘛？难不成你俩合谋搞人家酒楼？草民不敢，草民不敢。以往人命官司那都是京兆府审理，草民就想着，京兆府办这案子经验丰富。你若心里没鬼，为何非要去京兆府？陛下亲口说过，京中大小事务都归京都巡查司管。你是在质疑陛下的旨意？没有，草民绝对没有，草民冤枉。哼，你说你弟弟是八宝鸭而死，证据何在？这鸭子是我与弟弟同去石鼎楼所买，他先使半只，留半只于我，岂料他刚吃完便上吐下泻，抽搐不止，便可即亡。请来的名医验过，说这鸭子有剧毒。郡主啊，这鸭中确实掺了鹤顶红，毒性猛烈，半时辰之内可毙命。验尸。死者中毒体征与鹤顶红完全吻合，应系食此鸭而亡。公主，这人瞧着怎么有些眼熟呢？奴婢想起来了，这人之前冲撞过公主。我怎么没印象呢？公主之前在定远侯府
老夫人手先生这人慌慌张张撞了你，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。奴婢还特意去打听了一下，叫什么荣生，是英国公世子的小厮。你说他叫什么？真的是英国公世子的小厮啊？对啊。你确定这是你弟弟？陷害定远侯通敌叛国的同伙，给本官抓起来，押入大牢。郡主明鉴呐，草民是冤枉的。草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哼，冤不冤枉，审过便知。你弟弟涉嫌陷害定远侯通敌叛国，这是株连九族重罪，不管你是不是同伙，都脱不了干系。把人押下去。郡主饶命，郡主饶命。他只是个同乡，前段时间见他回乡带了好些钱财，草民一时眼红，便跟他一起进了城。方才你还口口声声说是你弟弟，现在又改口不是，你敢糊弄本官？郡主饶命，草民这次说的全部都是真的，他真的是草民的同乡。草民是瞧见他中了那八宝鸭的毒，这才起了贪念，想冒充他大哥去这石顶楼讨回公道，顺便讹一笔钱财回乡。毒是你下的？草民不敢。郡主明鉴，小弟今日卖出去的八宝鸭足有上百份，其他客人吃的都好好的，怎么偏偏就他一个人出事儿？这说不通啊！那就是你图谋他钱财，把人毒死，嫁祸石鼎轩。不对，若是嫁祸，你不可能告官。他刚才为何看你？你俩有猫腻？你在糊弄本官？郡主明鉴，属下等人皆是京兆府的衙役，今日听闻这石顶楼闹出了人命，还意图讹诈，才火速赶来拿人的。不是说郡主是纨绔吗？怎么如此敏锐？属下来的匆忙，许是记错了。郡主饶命，郡主饶命！是有人给了草民银子，让草民这么做的。什么人？那人戴着帷帽，帽檐压得极低，脸上还挡着纱帘，从头到尾都没露过面，连说话都是压着嗓子的。下官也是，他给了属下银子说只要帮他把事情闹大，让所有人知道这个石顶楼毒死人就行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他俩有猫腻？我能说我蒙的吗？本郡主这里有幸。你们这京都巡查司还缺人吗？我也要当官。不行，本郡主这京都巡查司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，里面个个都是卧虎藏龙的好手，没有实打实的本事，连我这京都巡查司的门槛都摸不着。公主金枝玉叶，怕是吃不消这份苦，也跟不上我这巡查司的脚步。那这些都给你，你就让我去嘛。你休想收买我，本官绝不允许这种不良风气吹进我巡查司。话说回来，四公主一片赤诚之心，想为百姓做些实事。我们巡查司欢迎你这样心怀正义、赤诚坦荡的人加入京都巡查司。把这两人给本官绑起来，带回去。这里还有一个。啊？难道东家最近给公主的零花钱不够？你们几个去店里把里里外外搜查一遍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毒药之类的。是。回禀郡主，石鼎轩内并无毒药之类。石鼎轩暂时洗脱嫌疑。哎，不再查查吗？这么快就洗脱嫌疑了？舅舅的酒楼吗？咱舅舅得罪你了？本公主心怀正义，赤诚坦荡，绝不包庇任何人。哎呀，咱舅舅有你，真是他的福气。
走吧，心怀正义的公主殿下，我现在带你去找真正的下毒之人，把人带上，咱们去英国公府。人找到了吗？那小子，老夫已经派人去找了。方爷何必这般紧逼，跟长在我这国公府似的？哼，这么多天了，一个小厮都找不到，府中养的都是草包吗？啊，快给你1炷香时间，找不到人，直接把你扔进大牢。方爷非要公报私仇？哎，你说谁公报私仇啊？老爷，郡主来了。爹，我抓到英国公的把柄了，他死定了！你闺女真棒，来，快说说什么把柄？你们当我是死的是吧？我这郡主抓住老夫什么把柄？如此兴师动众。本郡主找到你家小厮了，在哪儿？老夫要亲自审他。我国公府待他不薄，他为何要吃里扒外，串通外人陷害我府中上下？哼，国公爷还在这装呢，你都把人毒死了，还好意思问我人在哪儿？好你个老匹夫，竟然真的杀人灭口！你说人死了？不好，这是有人精心布下的局，目的是坐实我英国公府陷害定远侯通敌叛国的罪名。王爷，郡主，老夫是没下毒啊。你们是老乡？是。那你们从酒楼买鸭回住处的途中，可有遇到过什么特别之事？好像撞见了荣生的相好，那女子在巷口喊住他，二人去批壁处说了会儿话，之后我们才回去。不久荣生便出事。那相好叫什么名字？住在何处？草民不知，荣生不让打听。不过他说等风头过了，便接他回乡一起好好过日子。好一个好好过日子！管家，立刻去查这个相好的叫什么名字，掘地3尺，要把人给我找出来。是。竟漏了这细节，失误了。凶手肯定是英国公，要不他怎么考虑这么周全？爹，英国公连自家小厮都灭口，若咱们真抓住他把柄，他会不会连夜摸进王府，把咱俩也杀了？这不至于吧？爹可是王爷。他都通敌叛国了，还在乎你是王爷？那咱俩还能走出英国公府吗？能不能别添乱了？老夫是疯了吗？去杀你们2个！现在重要是得去找到荣生的相好的，找他的相好的。那你去查啊！这案子不是陛下让你们查的吗？本王不是查出来了吗？幕后黑手就是你啊！冤枉！老夫没有陷害定远侯，还要老夫说多少遍？老夫是冤枉的，冤枉的！证据呢？你在这里跟本官胡搅蛮缠有什么用？难不成等着我去给你找证据？不是，这案子不是陛下让你们查的吗？怎么变成让我去查了呢？不行，凭什么我一个人受罪？郡主，王爷，二皇子和三皇子不是同样有嫌疑吗？说不定毒死这荣生的就是那2位皇子呢。对哦，三皇兄已经被陛下关进了宗人府。对哦，二皇兄呢？该不是二皇兄杀了荣生吧？然后他畏罪潜逃了？不可能是你二皇兄，他那个嫡子闹着要出家，他正查烦着呢。天色已晚，不如几位先回，等荣生相好的有了消息，一定第一时间通知各位。到饭点了，你不留我们吃饭？对呀，本王办案如此辛苦，英国公该不会连顿饭都不肯请吧？你们国公府这么大，不多我们几个吃饭？怎么会有这么厚颜无耻之人？老夫府上粗茶淡饭，怕是不了几位贵人的眼呢。没事，你们府中有厨子吗？本郡主可以自己点菜。本公主吃惯了山珍海味，偶尔吃粗茶淡饭挺好的。你个老匹夫，都饥的时候你还跟我炫耀，
你府中厨子是重金聘请的，瓜果蔬菜都是庄上现采摘的呢。我明白了，你不留我们吃饭，是不是想支开我们，去杀那荣生的相好？张扬，下次有这样蹭饭的机会，一定要叫上我啊！天哪，世间怎么会有本郡主这么聪慧之人？爹，我睡不着。怎么，白日里捡到钱了？爹，你想不想知道事情的真相？什么真相？给我50两，我跟爹细说。逆女掉钱眼里了。老奴没钱。爹，快给钱，我给你分析案件真相，答案就在这里。行，银子给你，快说。爹，我觉得除了二皇兄，英国公还有2个同伙。闺女，这怎么说？名单上有2个人想杀我，一个是3皇子，另外一个也在这里。想杀我闺女？这些都是朝中大臣的嫡子啊！你3皇兄跟他们待在一起干嘛？难不成想密谋谋反的事？啊，难怪今日皇兄发了那么大的火。不过他们和英国公的关系都不好啊，怎么会是同伙呢？爹，英国公人缘这么差？那可不，这老匹夫仗着祖辈荣光，整日的不务正业，逮谁咬谁，本王也没少被他弹劾。爹，你怎么像是在说自己啊？逆女，你站哪边的？王伯，我爹在京众人缘如何？这城中除了陛下和太后娘娘，旁人对王爷多是敬而远之。那是本王孤立他们。爹，你说的没错，咱们身份尊贵，才不稀得与他们结交。咱们孤立他们所有人，但是我们可以不去，他们不能不请咱们。对，王伯，你看这名单上有谁家最近要办宴会？程家老太爷要过60大寿，寿宴就定在半个月后。京中不少世家都已经收到了邀约。程家、程七家。爹，你说他都60了，怎么还这么不懂事呢？竟然不给咱们发帖子。他可以没礼貌，但咱们不行。过几日怎么着都要上门去拜寿。爹，择日不如撞日，要不咱们今晚就去？人家半个月后才过寿，咱现在就去，未免也太抬举他了。找他给咱们写个帖子呀，要不到时候多没面子。走。哎，小姐。造孽呀！看来我得找程七给管家报信去啊，别给人闹得活不到大寿啊！闺女啊，你走错了，这条路啊不是去程家的，是去英国公府的。哎，没错，我就是杀个回马枪回来看看的。爹，你快看。国公爷这是要跑路？月黑风高，正是杀人放火的好时候。国公爷这是准备杀谁灭口？老夫刚得了信儿，那荣生的相好今晚想跑路，老夫急着去拿人，没空与你们纠缠。快出发！各位大人饶命啊！饶命！小女子只是出门回趟老家，从未做过半点亏心事，饶命啊！少废话，绑紧了，即刻带回府中审问，动作快，别让他耍了花招。人老夫已经抓到了，回去就能洗刷冤屈。你不会杀我跟我爹灭口吧？你果然想杀我们灭口！还好，还能活着。
保护好那个女人，他们是来杀这个女人的。国公爷，您是个好人。国公爷待会儿下去吸引火力，我跟我爹趁乱先跑。放心，我们会记得您的好。没见过你这么厚颜无耻之人！一群乌合之众也敢在京郊撒野，来得正好，今日就拿你们这群杂碎练练手。哇！爹，有救了！真没想到，这英国公还是个高。闺女，快走，往林子里跑！爹断后拦住这个逆女。宿主，打他！打他！啊！宿主，你不是说局里没有子弹吗？这可不是普通的子弹，这是专门杀丧尸的子弹。好像就我一个站着的，这也太吓人了！我要不要也躺下装死啊？有鬼啊！哎，宿主，你爹疯了？不知道啊，也没见他受伤啊。皇兄啊，快来救命啊！这里太可怕了！哪来的孤魂野鬼啊？老子可是王爷，有我皇兄的真龙护体。人都死了，你出来吧。你若敢伤我分毫，我皇兄定能斩妖除魔，将你挫骨扬灰，永世不得超生。爹，你干嘛呢？闺女，你刚才见到鬼了。爹，别怕，你闺女我朋友遍天下，什么妖魔鬼怪都不怕。你哪来的朋友？爹，你相信光吗？不能做个扫兴的爹，爹信。爹，刚刚在我的召唤下，我的好朋友迪迦奥特曼现身，把要谋害爹的2个黑衣人给刺死了。好离谱啊！可我不知道怎么反驳。闺女，你好朋友呢？把人刺死后就走了呀。所以刚才的恐怖的笑声是你朋友发出来的？是吧？哎，爹，外面的人都死了。爹，你说他死了吗？应该是吧。那怎么办？这荒郊野岭的，扔在这里也不合适啊。是啊，好歹他祖父陪着皇祖父打过江山，立过功。要不咱们把人给埋了吧？再立个碑。有道理。虽然咱俩不对付，但是本王心善，以后逢年过节回来给你烧纸钱，让你在下面的日子也过得好一点。你放心，虽然咱们只认识几天，但本官这人恪尽职守，宅心仁厚，断不会让你白死的。什么情况？主人们把英国公他们一锅端了！天快亮了，挖快点！你们在干嘛呢？你怎么醒了？我不该醒吗？你们这是？
本官刚才有点冷，活动一下。对，活动一下。本王试试这铲子结不结实。你们，这坑不会是给我挖的吧？怎么可能？主子，咱们这坑不是要埋那2个贼人的吗？堂堂国公爷可真丢人，口号喊的那般响亮，结果呢，一眨眼的功夫你就倒下了，简直丢尽颜面。看看你府中这些酒囊饭袋，还得本王给你们来收拾这烂摊子。就是，要没有我们，你们国公府众人就得曝尸荒野了。殷国公醒来一句道谢的话都没有，还冤枉我和我爹，真是不可理喻。老夫方才一时糊涂，是也冒犯了二位，还望海涵，多谢王爷出手相助。哎，算了，毕竟都是旧相识了，以后见到我客气一些就行了。荣生的相好呢？还好，人还活着。王爷，郡主，此人尚有气息，不如咱们即刻回城，将人弄醒，细细审问，免得夜长梦多呀。好。程七，搜一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郡主，这里有250两银票。数字可真吉利。迷药。郡主，这里还有几包迷药，想必他们刚才中的就是这种迷药啊！全部带走。是。能不能来道雷把这俩货给劈死呀？是你毒死的荣生？不是的，民女冤枉，民女根本不认识什么荣生。休要狡辩，你的底细本宫早已探查得一清二楚，如今人证物证皆在，你若还敢嘴硬不招，休怪本宫对你用刑！来人！民女确实认识荣生，可荣生的毒真不是民女下的，民女冤枉。既不是你下的毒，那你为何要逃跑？民女只想回家。来人，用刑！不，你们不能对我用刑，我怀了你们府中的孩子。你这不知羞的老匹夫，你简直不知廉耻！世风日下，伤风败俗，他都可以当这女人的爹了哎！可不就是吗？真不要脸！爹，你说他都怀了他的孩子，为何要逃呀？怪不得他半夜去抓人。不行了，爹，我头好痒，好像要长脑子了。我捋不明白，我去皇宫找黄伯父去。嘻嘻，带球跑，短剧的风刮进现实啦！好刺激！闺女，等等我，我也要去找我皇兄。这都什么跟什么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老天爷，我求求你来道雷劈死他们吧！黄伯父，你快醒一醒啊！快帮侄女分析一下这是咋回事啊！皇兄，快醒醒，出大事了！好想把这爷俩给毒哑，怎么办？吞混颠倒都不睡觉的吗？能不能来个祖宗贴阵教训教训他们？阿福，开门，把他们放进来。说吧，若是说不出个要紧事儿，朕便立刻将你二人扔去宗人府。我先说，黄伯父，今晚殷国公既然带我跟我爹大晚上的去帮他抓他那怀孕逃跑的相好，
真的假的？不是，他什么时候有相好的了？为何他还要带他俩去啊？黄伯父，你别急啊，路上还有2个情敌要抢英国公的相好，幸好我和我爹勇猛帮他把情敌给杀人埋尸了。他那相好为什么要毒死陷害定远侯府通敌叛国的小厮？还有为什么那个小厮说英国公的这个相好也是他的相好？这个相好为什么在小厮死后要逃跑呢？哎呀，黄伯父，你帮我分析一下，我头好痒，一直在长脑子。少元，你来说。皇兄，英国公那个老匹夫，他为了抢自己小厮的相好，竟然把那个叫荣生的小厮给毒死了啊！4个人抢1个女人，那女子美若天仙？不对呀，漂亮的女人他们都争着往朕的后宫里塞了。皇兄啊，我看了那女子长什么样了啊！皇兄放心，那女子长得什么样啊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英国公为了得到那女子，竟然不择手段毒死了人家的心上人，简直就是丧心病狂。那另外2个情敌又是怎么回事啊？那老匹夫骗本王说找到线索了，结果竟是带着我跟我闺女帮他抓他逃跑的相好，可没成想把那女子绑回城的途中，遇到了2个同样要来抢那女子的人，本王提着剑唰唰几下就把那2个人给斩杀了。他们的私生活这么混乱，你真没看清那女子相貌？皇兄想看，可亲自去英国公府看，这会儿啊正审着呢。爹，咱们走了，万一英国公把那女子灭口了咋办？很有可能。走。站住！皇兄啊，你该不会也想去抢人家的相好吧？黄伯父，你怎么能干这种事？这2个孽障，朕要亲自去英国公府，替英国公祖父好好教训下他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孙儿。哎呀，还等什么？走啊！哎呀，等等，朕换件衣服。来人，给朕更衣。皇兄果然是对那女子好奇了，这都办上了。黄伯父，您快点吧，晚了那女子被灭口了，那可就是2条命了。太宗庙的祖宗们都睡了吗？能不能出来管管你们这些没成型的后代呀？参见陛下，参见陛下。抬起头来，这也不是什么美人啊！英国公怎么会沉迷于她呢？皇兄，你要是敢做败祖宗的事情，我一定去告诉母后。陛下，老臣惭愧呀！哼，你确实应该惭愧。你祖父当年行事光明磊落，待人赤诚坦荡，何等让人敬佩。你再看看你啊，一把年纪了，竟然干出毒死小厮、抢小厮相好，还强迫女子致其怀孕。陛下，老臣何时抢了小厮的相好？跟遑论怀孕一事，老臣属实冤枉啊！铁证如山，还敢狡辩？陛下明鉴呐，这女子怀的是老臣庶子的孩子呀！这2个孽障！王爷跟郡主这是进宫跟陛下说了什么呀？不妨说出来，让老夫也听听嘛。国公爷，你怎能把你庶子推出来帮你顶罪呢？虎毒不食子啊！我和你一样，今晚才见到这个女人，你们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这女人是荣生相好，怎么会有你庶子的孩子？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哼，朕终于知道镇龙案上堆积如山弹劾你们2个混账的奏折是怎么回事了。哎呀，真是家门不幸呐！我父亲的好儿子，竟然在定远侯府老夫人寿宴上买通那个小厮去给薛母生下毒，意图栽赃于我。万幸那个小厮办事失手，才没有让他的奸计得逞。所以是你指使那小厮将信件偷放入定远侯书房，构陷他通敌叛国的？君主明鉴，在下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
并无不轨之心。你抢了荣生的相好，在下和云儿相好在先，是这个女人。鹤顶红是你下的？不是的，公子给我的是泻药，我也不知怎么就变成了鹤顶红了。哎呀，你俩怎么这么蠢，连害人都害不明白，还当什么反派？泻药换成毒药是你干的？之前郡主审出来的那荣生的同乡，不是说有个戴着围帽的人给了他钱财，去石顶楼闹事儿的吗？戴着围帽的人就是你？老夫疯了，给别人钱还会让他往自己家泼脏水？万一是贼喊捉贼呢？求陛下明鉴，老臣这庶子的确是干下这等伤害手足的阿杂事，且是老臣治家不严。他虽心胸狭窄，但是绝不敢杀人，定是有人栽赃嫁祸国公府，求陛下为老臣做主啊！这一屋子怎么都是笨蛋，竟没有一个人把正题往定远侯书房引呢？你即使荣生相好，他可曾跟你说过，在定远侯府下药的那边，可曾见过什么形迹可疑之人？回陛下，他说他当时看到有人从定远侯书房鬼鬼祟祟出来，看到荣生拿着刀想杀他，荣生吓得撒腿就跑。他可曾看清那人长相？没有，但是他说那人脖颈后方有奇怪的图案。什么图案？看着像老虎，一山不容二虎。黄伯父这幕后之人要抢你皇位啊！什么人竟敢惦记皇兄的龙椅？皇兄别怕，我保护你。还有我。好了，外头天都要亮了，线索已经出来，你父女二人尽快查明真相。站住！哪来的小贼？抓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跑了！抓贼？这不是我京都巡查司的事情吗？叶夕、谢怀州，我跟你们不是一伙人，放开我呀！你们俩干嘛？做贼找刺激？叶琼，你总算来了！我跟你说，陈家那老头的儿子竟然要娶平妻，这关你什么事儿啊？郡主还记得咱们开了一个戏楼吗？那个戏楼每日要演的戏，可都是京城各家府邸的新鲜事儿。所以你俩这是去人家府上找话本子素材？当然了，他们陈家不是自诩清流世家吗？结果遇到他家大儿子要娶平妻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全京城的人不都来看啊？那你们俩为啥不光明正大的进去，被人当贼人追赶？那个老头知道咱们找素材，怎么可能让我们进去啊？哎，你知道不？程老头大儿媳妇儿是定远的妹妹。前脚听说定远侯下了大狱，后脚就把原配锁柴房了，还要把外面的妾台做平妻，这也太欺负人了。你们程家的人这么坏？郡主，属下不过是程家的旁支，主家的品行跟我没关系。那程家大儿子娶平妻，竟然请你赴宴？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，怎么可能大张旗鼓请亲戚呢？你俩去换身衣服，待会儿本郡主带你们去赴宴。赴什么宴？赴什么宴？程老头60大寿没给本郡主递帖子，这儿子娶平妻还不给端王府递帖子，看不起谁呢？啊，咱可是堂堂郡主，为什么不请咱？郡主下局下局！滚！娶妻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能不邀请本公主？看不起谁呢？我也上门祝贺去。本王想去你们府上串串门，你们倒好，一个个的拦在门口。是觉得本王没资格登你们家程家的门吗？王爷息怒，是家主偶感风寒，不便见客呀。哼，那本王正好来探望探望你们家主。
子宁，休要胡闹！今日是你林姨娘进门的好日子。姐姐这样做，让父亲好生为难。毕竟定远侯如今这般，父亲在朝为官，总是要避嫌的。大姐姐别生气，母亲说会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疼的。好一个避嫌！外祖父家落难，父亲不出手相助也就罢了，还向母亲求继，抬外室为平妻。程家自诩清流，讲究礼义廉耻。来人，将大小姐关进碧祠堂，没我的允许不得出来。你们不能进去！你们不能进去啊！太过分了！娶妻不给王府递帖子，还得本郡主亲自登门。怎么，程侍郎似乎不欢迎我们？啊，下官不敢。只是各位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你俩成婚，为何不邀请本郡主？哟，你今日娶妻，本王这是赶巧了。这种家庭伦理大戏，必须记录在案。程大人好兴致啊，家里这么热闹，也不叫上本王乐呵乐呵。我也说笑了。如果老夫没记错的话，程侍郎原配夫人尚在，难不成程侍郎听闻定远侯入狱，就迫不及待把人家妹妹给处置了？你杀了定远侯妹妹，宠妻灭前娘血案，构陷忠良灭满门，这样的本子想不过刘南啊！程家好大的胆子！爹，是你构陷的舅舅一家，难道是因为舅舅不肯站队三皇子和沈贵妃？爹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？王爷，莫要听小女胡说八道，下官没有，下官和定远侯一案没有任何关系啊！全部带走，带回去送去锦衣卫大牢，让裴大人亲自审问。原来跟他们爷俩刻薄做人，竟然这么爽！郡主、王爷，咱们现在去哪家府邸？国公爷，你这是想饿死我，继承我的端王府吗？没看到我闺女晚饭还没吃吗？皇家怎么会出这两个孽障啊？你们等等我呀，老夫不是着急案子吗？如果咱们按照郡主名单一家一家查，案子很快就水落石出了。那名单上有你的仇人，想借本郡主之手除掉他们？天色已晚，老夫先走一步。要不是你们两个狗东西把老子套进来，老子管你的闲事儿。你怎么啦？幸好本郡主聪明，国公爷一看就是想蹭饭的。不会吧？你要去皇宫吃饭吗？不吃，本少爷要去春风楼连夜写本子。老子现在灵感爆棚，才思泉涌，吃什么饭呀？你看人家对春风楼多上心，你再看看你，不管不问的。叶琼，你说清楚，到底是谁不管不问的？本郡主自上任以来，呕心沥血，夜不能寐，整日都在想着怎样为陛下分忧，为百姓谋福利。阳寿加一，阳寿加一，阳寿加一，阳寿加一。唉，为陛下分忧这种事，我是天生的。我闺女真牛啊！你不过是个六品官吧？是怎么能一本正经胡说八道，一点儿也不害臊的呢？原来皇兄的江山全靠着我跟闺女在撑着呀！看样子皇兄必须要给我们加薪了。皇姐真好，走，带你去锦衣卫看裴大人审的怎么样了。叶琼，你怎么看出来林氏有问题的？天机不可泄露。不说就把银票还我！哎，给我的就是我的，我现在不想给你了，还给我！哎呀，是太庙的祖宗告诉我的，可以了吧？叶琼，我审你很久了，你敢打我？啊你家主人竟然打我家主子，你家主子还打了我家主子呢！
裴大人干嘛呢？郡主方才送来的人，下官已经审出来了。那么快？是的，离世就被父母卖出，被圈养在一个院子里。院中的女孩有很多，有专人培养她们察言观色、琴棋书画的能力。到了豆蔻年纪，就会被送出去接近朝廷官员，很多被纳为妾室或者婢女，悄无声息地潜入达官贵人的府邸。那院子的主人是谁？下官派人去查，院子的主人是端王爷，房妻在此。什么？我爹皇叔要造反？嘘。不过，离世还交代，4年前无意在院落中听到2人谈话，内容是有关于朝堂官员任免调遣，并且离世看到其中一人脖颈上纹着虎形的图案。没想到，爹才是最大的反派。表面上像是个玩具，暗地里步步为营，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只待时机成熟。好刺激啊！但我岂不是未来的王位继承人？可是我还不懂怎么样治国安天下呢。哎呀，好纠结啊！宿主，你怎么就要治国安天下了？哎呀！你这是怎么了？嘿嘿，皇叔，你怎么会有那样一栋宅子？宅子？什么宅子？王爷，据林氏交代，歹人窝点是您的宅子，城郊北端的宅子。这个逆女该不是怀疑老爹了吧？本王何时有过这么一处宅子？哎，王爷，前几日您日日泡在斗鸡场，那段时间王爷赌运正盛，赢了不少玉器、字画，还有宅子。这宅子说不定就是那个时候赢的。家里穷成这样，原来根源在你这里。哎，爹，你去哪儿啊？要跑路也得带着我吧，要跑一起跑啊！本王去找那英国公，这宅子一定是他输给本王的。哎呦，二位又查出来嫌疑人了，老夫陪你们一起去啊！你活腻了，敢陷害我们端王府？城郊北端的那栋宅子可是你输给我的。嘿，老夫同你斗鸡从未输过。哼，终于知道王爷跟郡主为啥天天想弄死你了。这栋宅子这么偏僻，老夫就算输得底儿朝天，也犯不着拿这么偏的宅子来抵账吧？看不起谁呢？这地契盖的是户部的官契，房契是真的。这既然户部有官印，理论上是能查到前手主人的，也能查到经手的过户文书。原主是江南的一个富户赵福昌，因为在斗鸡场输给王爷很多次，无奈之下拿这处京郊宅院抵了赌债。原来是他呀！这小子赌运太差了，10赌9输，最后什么都输没了。哎，还是你给了他100两银子回的家呀？这么说，这宅子是他故意输给我爹的。找个人去江南查查他的底细。别找了，老夫听说他回去不到3个月就病死了。什么？死了？此事绝非巧合，这是处心积虑的算计。他们的目的恐怕是想栽赃王爷您通敌叛国。即便栽赃不成，单凭这个宅子跟前朝余孽牵扯不清，也足够陛下在心中埋下一根刺了，离间陛下跟王爷之间的关系。他怎么那么坏，居然诬陷我，还要挑拨我跟皇兄的关系？查案子查到自家头上了，爹，有人想弄死你。闺女啊，你说万一你黄伯父真信了，那以后爹是不是要不到钱了？爹，现在你还想着要钱的事吗？咱俩脑袋可都保不住了。皇兄要砍我脑袋，我可是他唯一的亲弟弟啊！皇位只有一个呀。本王才看不上他那皇位呢，又累又烦的，哪有做个王爷逍遥？这俩蠢货，可别一会儿再甩锅给我了。裴大人，程家那妾室和案子有什么关系啊？程家妾室确实是别人养的奸细，幕后之人很可能会牵扯到前朝余孽的。
宅子都过户给你们4年了，都不带去看一眼的吗？对啊，怎么一次都没去看过呢？但是你凭什么说我们？本王家大业大，田庄铺子数不胜数，谁会闲得没事去管一处荒郊野院？4年前，郡主向王爷讨要过这个宅子。什么？本郡主那破宅子干嘛？10年前我才10岁，10岁野心这么大，就能筹谋那么多事儿。陛下，您10岁就想要造反了，不愧是反派啊！陛下，你有这个野心，干什么都会成功的。朕要统一天下。闺女莫不是想造反？我这当爹可怎么办？闺女啊，当皇帝可累了，睡觉都睡不安稳。对哦，爹，4年前我要这宅子干嘛？你自己要的，我哪里知道你要干嘛？人家不是失忆了吗？奴婢想起来了，4年前郡主去城外的静安寺上香，抽了支签请方丈解卦，那方丈竟口出狂言，说郡主是个短命之相，活不久矣。所以郡主说问王爷要个院子建更气派的道观，把静安寺的香火给抢光。这是原主干的，不是我。后来呢？王爷没给你宅子，过几天郡主就忘了。那4年前你们去过那个宅子吗？去过，但是那时是空的，压根儿就没有人。好容易找到的线索又断了，那就把名单上的人全部抓过来，一个一个审。闺女说的对，宁可错杀1万，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嫌疑人。这俩刚才吓得想跑路，怎么突然间就燃起来了？王爷郡主，你们这是想要去哪儿啊？回家。皇宫，咱们不是要去皇兄那儿告状吗？咱们不是回家睡觉吗？2位到底还要不要查案子啊？国公爷这么喜欢查案子，程家的案子就交给你了，2天内查不出来，本官唯你是问。不是，我凭什么帮你查案子？因为你有嫌疑。陛下，臣等实在是忍无可忍了。端王爷与郡主查案毫无章法，四处攀咬，搅的是满城风雨啊！是啊，陛下，那个定远侯的案子领交给大理寺，3司会审，江都巡查司根本不会查案的。陛下，臣等身为朝臣，在朝堂上要维持纲纪，在家要恪守家风。如今被郡主戏楼拿去随意编排隐私，让臣等日后如何立身朝堂，如何面对百姓啊？陛下，老臣冤枉，逆子不听话，非要给郡主些话本，害得同僚见我都绕着走。望陛下结算郡主戏楼。各位同僚好呀。哟，谢太傅，感谢你教子有方，谢怀中那笔杆子出来的话本子简直是锦绣乾坤呐，翰林院都未必写得出来。请陛下为臣等做主啊！你们俩有何话说呀？皇兄明鉴了，臣弟查案兢兢业业，不仅查定远侯府的案子，同时还把很多事情都摸排得清清楚楚。他们不仅不感激，反而来告状，臣弟心寒呐。若不是我们京都巡查使，你们就把定远侯给冤死了。如今我们把线索理清了，你们说要把这案子移交给大理寺3司会审，你们是想抢功劳，还是怕本郡主查出来你们是前朝余孽？强词夺理，毫无线索就认定前朝余孽陷害的定远侯，郡主就是这般把查案当儿戏的。哼，你个老头急什么？难不成那些奸细是你养的？还是说栽赃陷害我王府的人就是你？你血口喷人，把大周律法置于何地？你什么官？礼部尚书。哟，你还有脸提大周律法？你那宝贝儿子强抢民女，闹得满城风雨，你不回家管管吗？犬子是见那女子可怜，带入府中养着。我看你家夫人可怜，是不是也可以抢到府中养着呀？这就完了？刚才一个个不是都挺能说的吗？
黄伯父，有人想害我和我爹。我和爹刚查出来宅子的事情，他们就来告状，这说明了什么？恶人先告状啊！黄伯父，我和爹不能没有您啊！陛下，郡主说此事可能会牵扯到江湖人士。说到江湖人士，臣想起了一人，嘉宁长公主的驸马谢无忘。啊，对了，谢无忘当年不就是江湖人士吗？据说他当年是遭仇家追杀重伤。此事臣也记得，当年的谢无忘被长公主所救，留在长公主府养伤。时间一久，两人互生情愫。长公主执意要嫁，先帝不允，两人在御书房外跪了一夜。谢无忘承诺退出江湖，先帝才破例允了这桩婚事。嘉宁长公主与那定远侯可有过交集？陛下，臣想起了一件旧事。看本王干嘛？你难不成还怀疑嘉宁长公主的幕后之人是本王啊？当年太后娘娘怀着端王，临盆之际遭奸人陷害，差点一尸两命。彼时定远侯的母亲与太后交好，正留宫中伴嫁，一眼便识破那动手宫女的破绽。先帝震怒彻查，最终查实幕后主使正是贤妃。爹，差点就没咱俩了。你皇祖母从未同我说过，难不成害怕本王去掘了贤妃的墓？那贤妃不正是嘉宁长公主的生母吗？事发时，嘉宁长公主不过3岁之龄，先帝和太后念她年幼无辜，并未迁怒，只将贤妃赐死抵罪。可这些年，长公主素来低调，年年为母赎罪，每逢初一15必去大佛寺上香，说是为太后祈福消灾。谁说大佛寺上香就一定是祈福？上次我陪皇祖母去，就是求佛祖让我讨厌的人全下18层地狱，先过刀山火海，再入油锅炸酥脆，最后扔寒冰壶冻个透。闺女啊，你在佛祖面前可曾诅咒过爹？闺女啊，咱可是一家人呐，往后还要相依为命的。所以呢，爹也要学那礼部尚书纳妾。本王岂会像他那般好色荒淫？本王一心扑在政务上，忙的是脚不沾地，哪像他们闲的纳妾呀？再说了，本王就你这么一个宝贝闺女，真纳了妾，生了旁的崽子，将来跟咱俩抢家产可怎么办？本王可不做这亏本的买卖。陛下，定远侯一案疑点重重，微臣觉得嘉宁长公主与其驸马有着极大的嫌疑，恳请陛下立刻下旨彻查。请陛下彻查。陛下，当年定远侯老夫人识破贤妃，陷害太后之际，贤妃乃是嘉宁长公主的生母。若这些年有人暗中挑唆，怀恨在心，借机构陷定远侯通敌叛国，报复老夫人，也并非不可能啊。朕记得那宫女被拖下去时，昭公说是贤妃娘娘指使奴婢的。贤妃娘娘说，太后肚子里的孩子不能留。这爷俩一个脑子被驴踢了，一个被药物所伤，以后万一朕不在了，他们可怎么办呢？黄伯父，侄女有个主意。你又想干什么？你们方才不是说嘉宁长公主每逢初一15都会去大佛寺上香祈福吗？巧了，明日就是15，本官便以身涉险，亲自去一趟大佛寺，会会这个幕后之人。爹也去，本王倒要看看，嘉宁是真的去为母后上香祈福，还是在佛祖面前诅咒母后？不可！倘若嘉宁果真与江湖中人牵扯甚深，你们此番前去太过凶险了。黄伯父放心，有这么多大臣陪我们一起去，幕后之人不敢拿我们怎么样，他还能把朝堂上的官员全杀了。放心吧，就算嘉宁长公主有这个胆子，我们也不怕。我和爹跑得快，那些江湖中人追不上我们。罢了，既然你们执意要去，朕也不再强行阻拦。明日让锦衣卫随行，护你们周全。你们只许旁敲侧击，不可打草惊蛇。若有异动，先问后报，不得擅自行动。此事事关重大，尔等不得有半分耽搁。
速速彻查此案。朕会派锦衣卫严密盯紧佳宁跟驸马行踪，务必尽快查清。若你们还像以往一样事不关己，推诿懈怠，朕定拿你们试问。臣等谨遵陛下旨意。你们两个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听到了。太傅留下，其余人等先退下吧。二位这是把我端王府当自己家了，专程过来打秋风。月晴，你回来了，快来看，谢怀周写了好多话本子。瞧瞧，这都是本少爷的战绩。怎么全是这种腻歪的爱情故事？改行了，不扒京城各家府邸的二三事了？你想什么呢？这是我从京中书房搜罗过来的，线下贵女圈最吃香这种。咱们戏楼不能总演各家府邸的炸裂戏码，偶尔换一换口味，写些令人向往的爱情故事，定然能红火。不愧是本郡主亲自挑的三当家，有觉悟。哼，本少爷已经想好了，下一本呢就写佳宁长公主跟她驸马的爱情故事，题目叫逆天改命，他非江湖浪子不嫁，怎么样？你该不会是想写佳宁长公主和驸马的二三事吧？叶琼，你不知道，佳宁皇姑和驸马可是一见钟情。当年驸马被仇家追杀，身负重伤被皇姑所救，二人就此情定终身。驸马为了皇姑退出江湖，京城贵女谁不羡慕？这么巧，刚被追杀就被公主救了。这个题材肯定是能火的。哎，你们觉得这个标题怎么样？我觉得这标题肯定火。可咱们跟佳宁皇姑不熟，怎么进她府里搜集素材？这有何难？佳宁长公主是咱们皇姑，咱们身为小辈，理应多去探望。走，本郡主带你们走亲戚去。还能这样？原来亲戚关系还能这么用，学到了。郡主、公主走亲戚可不能空手呀。是呢，得备些薄礼才得体。三位这是？书上说百善孝为先，我反思了一下，长这么大竟还没好好孝顺过长辈，惭愧的一晚上没睡，这不就专程来探望皇姑和表兄了吗？咱们本是正经亲戚，就该多走动。这是我亲自养的芦花鸡生的蛋，可营养了，特地拿来给皇姑补身体。我爹我没舍得让他吃呢。这皇姑在家吗？表兄不请我们进去坐坐？表哥，我听说皇姑生辰快到了，我提前来给皇姑祝寿。皇娘生辰在3个月后。景春兄，我仰慕你许久了。嘿嘿，本少爷仰慕您的才华许久了。谢谢长姐。你们佳宁皇姑的儿子怎么这样？就是，看着就怪怪的，一点亲戚情分都不懂。咱们上门做客，他怎么一点都不欢迎？他是不是看不起咱们这个皇家亲戚？我也觉得，佳宁皇姑的儿子一点不懂礼貌。进来吧。公子，陛下如今已经开始疑心长公主了。今日被朝阳郡主和端王一闹，满朝文武都在盯着咱们，迟早会查到公子身上。不如趁早寻个由头撤出京城。府外有锦衣卫盯着，必须找个名正言顺的由头出门，万不可被察觉端倪。公子不如以给长公主买点心的名义出门，去城西庆福斋，定不会引起锦衣卫的注意。你去收拾妥当，随我出门。府上哪儿来的驴啊？公子，这好像是朝阳郡主的驴。朝阳郡主在府上？公子，朝阳郡主、四公主还有谢太傅的嫡子都在府里坐着呢。从后门出去。这驴怎么回事？难不成听得懂人话？不能吧，哪有这么邪门的事儿？去！不可，伤了他，朝阳郡主一定会闹得天翻地覆，咱们想撤出京城就难了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让这畜生一直跟着吧？给他喂下去，这驴看着够蠢，再蠢点也无妨，只要能乖乖听话即可。哎呀，拉弟，你冷静点，有话好好说，冷静不了一点儿！他们骂彤彤蠢，还要喂彤彤吃药。今天不是他们死，就是彤彤活。你们
们对我的驴做了什么？它怎么会变成这般疯癫的模样？宿主，这两个人说要跑路撤离京城，还说宿主是疯子蠢货，迟早要弄死你！你们敢打我的拉蒂，我跟你们拼了！你们敢群殴我妹妹，我跟你们拼了！你给我松手！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们群殴了？不松！你们以多欺少，当我叶家没人了！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！公子，郡主身边这人是高手。居然在当场打草惊蛇，这是要把蛇当场打死啊！快去通知裴大人。来人，把这些伤害郡主和公主的人统统拿下，一个不留，押入大牢，听候陛下发落。裴大人，这是何意？明明是朝阳郡主一行家人在我府上闹事，眼里还有没有大周律法？裴大人，他们打我，我们好心上门探望皇姑，他们不知把皇姑藏去了何处，不让我们见，还要杀了我的拉蒂，喂毒药。他们还说我跟我爹是疯子，撤离京城前要弄死我们，太可怕了！要不是裴大人及时赶到，我们就被打死了。表兄和姑父要打我，我要去找皇祖母和父皇。如此激动时刻，不白来，都不白来。宿主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咱俩关系这么好，平时都待在一个脑子里。如今你不在我身边，我不习惯。既然宿主离不开统统，那你绑吧。谁让你把驴牵进来的？赶紧给这赶到外头去，成何体统？黄伯父，拉蒂最近有些叛逆，就让他待这儿吧。放出去，我怕他惹祸。外边自有工人看着，一头驴闹出什么乱子？快些！那我放外头，待会儿他闯祸了，黄伯父可不能找我。我看你更能惹事儿，赶紧撵出去！再不听话，朕让陈嬷嬷拿戒尺来。你们三个怎么回事啊？又打架了？黄伯父，打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了陷害定远侯的幕后之人。你们去长公主府了？朕不是让你别打草惊蛇吗？我没打草惊蛇呀，我是去探望皇姑，还备了厚礼呢。不信问叶希。对，表兄还不欢迎我们呢。伯父，你看，这是证据。驸马打架打输了，就想扔这个毒死我们。幸好我聪明。混账！这般剧毒之物也能随身放？黄伯父放心，我命硬着呢，死不了。说好硬啊，好想揍人怎么办？黄伯父要是喜欢，送您了。以后谁要是欺负您，就往他身上扔。朕迟早打死你！所以你们这身狼狈是长公主府的人打的？朕不是说了不要擅自行动？那谢无忘可是江湖中人，若有异动，擅自行动。不是黄伯父自己说的吗？
若有异动，擅自行动，把他们一家全端了。这会儿都在锦衣卫大牢。你耳朵不用就捐掉。黄伯父，驸马和他手下脖子上都有老虎图案，我亲自翻的。果然有问题。臣早就查过谢无望的底细，他是孤儿，被江湖高手收为义子。如今看来，当年被人追杀，被长公主所救，极可能是苦肉计，为的就是接近嘉宁长公主啊。那嘉宁皇姑被骗了。京城传了这么多年的佳话，都是假的。痴情是假，谋逆是真。长公主、驸马双双藏刀，郎情妾意皆是演戏，二人合谋祸乱朝堂。陛下恕罪，犬子年幼无知，口无遮掩。你有不同看法，不妨仔细说说。万一驸马和长公主都是坏人呢？二人目的一致，肯定是嘉宁长公主把贤妃之死记在皇祖母头上，要报复。她先陷害定远侯，再把曾奸细的宅子记我爹名下，挑拨你们兄弟反目。等年杀了我和我爹，朝堂上再无忠臣，他们弄死你易如反掌。皇祖母痛失二子，他大仇就报了。臣是忠臣呐。来人，把嘉宁长公主带到御书房来，朕亲自审。黄伯父，待会儿他肯定说自己被骗了，是受害者，咱们不能心软。作案动机、手法、时间、地点都齐了，就差个证据，那就让他拿出证据自证清白。我觉得有作案动机就够了。他是驸马枕边人，咱们先诛他九族吧。不能诛九族，那就砍他全家脑袋。为你们这几天把朝堂搅得人人自危，就是这么查案的？谁叫你这么查的？迟早闹出冤假错案。黄伯父怎么会这么想？若像您这样等证据齐全再抓人，凶手早跑了。今日要不是我家拉弟拖住驸马，他们早撤出京城了。如今人抓住了，主动权在咱们手上，不打他们个措手不及，难道等他们洗心革面捧证据上门？陛下裴大人和嘉宁长公主求见。让他们进来。人抓住了，主动权在咱们手上，不打他们个措手不及，难道等他们洗心革面捧证据上门？混账！堂堂公主竟指使驸马勾结江湖中人，构陷定远侯通敌叛国，还藏匿毒药谋杀朝阳朝华，你居心何在？陛下明鉴，臣妹实在不知身犯何罪，更不知驸马构陷定远侯谋害郡主公主一事，臣妹对此一无所知，还请陛下明示。若非听过朝阳那番推理，朕说不定真信了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除非你能证明自己不知情，是你亲手救的驸马，是你求皇祖父赐婚，你与驸马乃是一体，同床共枕几十年，京城谁不知你们感情甚好？你现在说你不知情，你把我黄伯父当傻子？你与驸马感情这么好，他不可能扔下你自己撤出京城，所以你们该不会早就商量好的吧？把所有证据推到驸马身上，事败他跑路，你当你的长公主，等风头过了，假死脱身，双宿双飞。朝阳这种造谣式逼宫，竟然真的奏效。郡主此言可有证据？臣妹自知生母罪孽深重，日日在小佛堂为太后娘娘祈福，驸马待臣妹极好，正因如此，臣妹才信任他，将府中事务全权交给他打理，他的私事臣妹从不过问。就知道我果然是顶梁柱，这个大周没我迟早要亡。你就这么自信，驸马撤出京城后还会管你和你儿子的死活？不知郡主此话何意？你们感情那么好，那为什么驸马被抓进锦衣卫，你还能这么淡定？难不成你们还有什么后手？你们该不会想要劫狱吧？不会吧？你们还真打算劫狱？你们锦衣卫这么菜的，连个牢房都看不住。天牢内外层层守卫，明桌暗哨密布，想要劫狱难如登天呀。可是驸马手握江湖势力，还是前朝余孽，
手下人多，万一他们拿着毒药里应外合，强攻天牢，劫狱岂不是手到擒来？若真要硬闯的话，必定杀敌1000，自损800。便是能勉强劫走驸马，也一定会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手下精锐折损大半，行踪彻底暴露，无异于自寻死路啊！我说驸马是前朝余孽，他竟毫无反应。不是，这对吗？一点都不意外。除非你早就知道驸马的身份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驸马真的是前朝余孽？我真的是随口胡咧咧的呀。合着这寿阳郡主什么也不知道。所以你其实早就知道驸马是前朝余孽，你俩目的一致，都是想要除掉我黄伯父和皇祖母。事成你大仇得报，还能一步登天，做上一国之母。事败，驸马手握前朝和江湖势力，能让你毫发无损，全身而退。郡主，查案岂能全靠胡乱猜测？你所说的这些，可有证据？若是没有证据，就是凭空污蔑本公主。既然驸马是前朝余孽，你们肯定不会大张旗鼓硬闯劫狱。按照正常逻辑，想要万无一失，肯定要声东击西，先引开锦衣卫的人，才能顺利救出驸马。你们锦衣卫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倾巢而出？除非宫里出了大事。所以一般能调动大量锦衣卫出动的，除非我黄伯父出事或皇祖母出事。你们是想杀了我黄伯父或皇祖母，制造混乱，趁机劫天牢，撤出京城。你们身为反派，套路都这么千篇一律吗？像你们这样的反派，在画本子里都活不过3集的。叶琼，你怎么能这么聪明？他们干的坏事你全都猜到了。不是，这孩子才14岁嘛，怎么看起来这心眼子比我朝堂上这些老狐狸还多？段王那个混账，怎么会生出这么聪明的孩子？到底是哪个混账在外面败坏朝阳郡主的名声，说他是草包的？郡主确实聪明啊，可惜了，你真以为本公主与驸马筹谋了这么多年，就只有这点手段？郡主不妨猜猜，既然此刻陛下安然无恙，那眼下被除掉的人会是谁呢？你是不是对我皇祖母下手了？你这个毒妇！你要是敢伤皇祖母，我一定打死你！郡主现在才知道，是不是有些晚了？陛下，太后娘娘不在慈宁宫。太后她老人家呀，这会儿怕早就在我母妃的坟前磕头认罪了。你们还不知道吧？太后娘娘最近沉迷听戏，每日这个时辰必去郡主开的春风楼。本公主进宫的时候就派人行动了，想必现在正被压着一步一叩首，往我母妃坟头去认罪呢。还得多亏少阳开的那个戏楼，否则本公主想让太后出宫，还得费一番功夫。别慌，太后没事，佳宁这是调虎离山。孽障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若是幕后有半分差池，朕定将你碎尸万段，挫骨扬灰！立刻，马上调动全部锦衣卫跟御林军，封锁所有城门要道，绝地3尺，要把太后给我找回来！快叫住裴姐，天牢才是关键。等等，裴大人不必急着去找太后，现在立刻召集人手去天牢，给我牢牢守住，一只苍蝇也不许放出去。调虎离山，立刻召集锦衣卫死守天牢，半步不得离开。但凡有擅闯者，格杀勿论。再传朕令，调3队御林军分3路出城寻找太后踪迹，有任何消息立刻回禀。好啊，我倒是没想到，你丫头竟是这般凉薄冷血的性子。太后娘娘平日把你捧在手心里疼着护着，可如今呢？太后有危险，你非但不急着去找人，反倒在这里胡搅蛮缠。若是太后她老人家知道你竟然这般冷血，她该是何等的心寒呢？叶希，凭什么她一个郡主能占尽宠爱，你一个正统公主反倒要排在她后头？太后偏疼她，
连你父王也处处袒护他，你难道不怨他？皇姑怎么会问这种话？我与叶琼从小打到大，宫里的人都知道我俩不对付。合着皇姑一点没把我这个侄女放在心上，一点都不关心我的事儿。你想让我们去找太后，也不是不行。要不你跪下来求我，求我我就去。这两人是不是脑子有病？毒妇，简直就是毒妇！当年父皇母后念你年幼，饶你一命，把你养在宫中锦衣玉食，竟养出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来人，把这毒妇打入天牢，任何人不许探视！你们还想骗我？云嬷嬷都跟我说了，明明是太后那个毒妇，嫉妒我母亲得父皇圣宠，故意拿肚子里的孩子陷害我母妃。我母妃根本不是畏罪自杀，是太后那个毒妇逼死她的。我今天做的不过是为了给母妃报仇，我没错，我没错。世上怎么会有你这般的蠢货呢？上！你们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！你是不是想让大家都觉得你被自己嬷嬷骗了，所以才干下这些恶毒的事？你想啥呢？明明是你自己想跟着前朝余孽造反，想坐上一国之母的位置，你敢害我的皇伯父和皇祖母，我先打死你！本郡主不仅打死你，还要找到你娘亲的坟，然后把她给掘了。我父皇和皇祖母，打死你！再弄死驸马跟你儿子！这逆子是不打算活到明天了吗？你们住手！难道你们就一点不担心太后的安危吗？你就这么确定你的人掳走了我的皇祖母？你什么意思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皇祖母现在好着呢，本郡主可是大周的祥瑞，只要是对我这个祥瑞好的人，不管遇到什么危险都会逢凶化吉，安然无恙。至于你，黄伯父，我现在能直接把他打，等打死他，我再去天牢把驸马还有他儿子一起打死，让他们一家三口团聚。来人，把他拖去天牢，严加看管。我没错，我没错。欧阳，此案你能在短短数日之内查清，你功不可没。朕问你，定远侯一案如何看待？黄伯父，定远侯肯定是冤枉的，那些所谓的通敌证据都是驸马伪造的，他们巴不得咱们大周自断臂膀，把忠臣良将都杀干净。裴炎，定远侯府如今如何了？回陛下，定远侯满门眷进府中，侯夫人忧思成疾，侯爷每日以泪洗面，但始终坚称自己是冤枉的。府中上下虽然被圈禁，却无一人攀咬他人，可见其忠心。好，传朕旨意，定远侯遭人构陷，含冤入狱，经真相大白，立刻恢复其爵位官职，府中所有家产悉数归还，并赏黄金1000两，绸缎100匹，以为其忠心跟所受委屈。奴才遵旨。黄伯父英明，那定远侯老夫人当年还救过皇祖母呢。哼，你倒是会卖乖啊！赵阳，站住！黄伯父，侄女还要去找皇祖母呢，您可不能这会儿罚我逛南风馆的事儿。朕何时说要罚你了？朝阳听风。啊！朝阳郡主叶琼，聪慧机敏，忠心可嘉。此番侦破前朝余孽大案，救回太后，安定朝纲，功在社稷。即日起，加封朝阳为公主，赐金册金印，享双凤，可自由出入宫禁，无需通禀。公主，皇姐，我成你妹妹了。父皇，那我呢？我也出力了，我帮叶琼一起揍嘉宁皇姑了。你也有功。昭华公主加封10日1000户，赏黄金500两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黄伯父，那我爹呢？我爹虽然没干啥正事，
但他好歹是我爹。你爹不添乱就是立功了。不过嘛，端王叫女有方，加赐黄金1000两，并赐叫女有方金匾1块，挂在他端王府的大门上。黄伯父，您这是夸他还是损他？还不快谢恩！谢黄伯父，哦不，谢父皇恩典。叶琼，你现在也是公主啦，以后咱俩打架可不能再说你欺负我啦。那不行，该打还得打，打完了咱俩一起去逛南风馆。嘿，成交！哎呀，光顾着高兴了，皇祖母还在南风馆呢。哎呀，皇姐快走！叶琼，到这个节骨眼上了，你还有心思逛小馆馆？这可是南风馆，你来这儿找太后娘娘？哎呀，皇祖母就在里面。彤彤，你在哪？皇祖母，您原来躲在这儿啊？哀家可不是自己要来的，是少阳你这头倔驴，非拖着哀家往这儿跑，拦都拦不住。所以这屋子里的人也是拉地点的？你这头倔驴非要点，不点就在地上打滚儿。哀家拗不过他，只能让他们进来，给你这驴表演才艺。若是平常，我很乐意太后逛小馆馆，但若是被黄伯父知道是我的驴驮着太后来的，我可能不仅会被吊起来打，我爹也会上手揍我的。这驴是不是在骂我？还不老实交代！彤彤不是故意的，彤彤是为了救人。有人要抓你皇祖母，本统也是为了救他，才拖着他一路逃跑，躲在这小馆馆的。京城那么多地方可以躲，你非要躲来这里？还有，刚刚我在脑中喊了那么多次，让你驮着太后回宫，你为什么不听？外面那么危险，彤彤一个弱小可怜的童哪敢出去呀？所以这些人到底是谁点的？真不是彤彤，你皇祖母说，他说他都这把年纪了，享受怎么了？你皇祖父都可以后宫佳丽3000，他为什么不可以？你皇祖母还说，原来逛小馆馆能让自己心情好，难怪端王府那2个混账不肯上进，整日只知道花天酒地，日子过得潇洒。等他哪天来个假死，到时候带着自己的私库离开京城，去过端王府那2个混账直库的生活。你皇祖母还说，哎，停！你给我打住！原来我之前逛青楼被罚，是因为没带上太后一起呀。哀家在路上遇到贼人，多亏了你这头驴赶来救哀家，他死活要来，好歹是哀家的救命恩驴，太喜欢看表演，哀家总不能亏待了他，就把这楼里的表演都点了一遍。外面已经没有危险了，咱们是不是该走了？哎呀，皇祖母都花钱了，咱们是不是该把表演看完再走？哀家可是花了不少钱呢，这还有好多人还没开始表演呢。宿主，来都来了，看完再走吧。彤彤为了出宫，可是把积分都花完了，要是现在就走，那彤彤的积分岂不是白花了？你不打算活了？积分去哪儿了？彤彤准备跟着你皇祖母出宫的时候，页面弹出来说，彤彤是临时附身，积分不够出宫。若是想要附身不受距离限制，彤彤可以花费所有的积分跟拉蒂长期绑定，往后就不受距离限制。彤彤觉得有道理。天塌了！往后系统都附身在那头驴身上，还不受距离限制。
晚上睡觉都睡不安稳了。叶琼，你之前不是心心念念要来这南风馆吗？如今皇祖母都请客了，咱们不看白不看。有道理啊，有道理个鬼！咱们可是奉你父皇的命出来找皇祖母的，要是被他知道咱们在这逛小馆馆，咱们两个待会儿就得蹲宗人府。找人哪有那么快的？咱们看完回去也不迟啊。叶琼，你看那个弹琴的男子是不是这里面最好看的？皇祖母和你家拉蒂都盯着他不放。确实挺好看的，不过我觉得舞剑的那个最好看。是吧是吧？我也觉得舞剑的最好看，要不挖到咱们春风楼吧？少阳啊，我觉得你那戏楼缺一个会抚琴的，不如把台上那个弹琴的挖去演话本子。弹琴的，好看好听。宿主，咱们把他挖走吧。要不本郡主把这南风馆买下来？哎，这法子可以，还是少阳聪明啊。你们那戏楼里请的戏班子，哀家都看腻了，是时候换一下新面孔了。你瞧瞧那书生。停！皇祖母，以后您出门还是带上陈嬷嬷吧，可千万别一个人出门，别兜里的钱都被人给忽悠走了。买，必须买，本公主有钱。叶琼，你赶紧买，我要当这南风馆的二当家。宿主必须买！你不是说要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吗？咱们多开几家，以后整个大周最有名的戏楼都是宿主的。人都是小钱钱。好像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啊！与其等别人跟风开一样的戏楼，还不如自己努力多开几家，最好是能开遍整个大周。买了！这才是哀家的好孙女儿。太好了，本公主马上就是2家戏楼的当家了。哎呀，那咱们得想个响亮的名字，叫什么好呢？叫拉蒂戏楼！滚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嘉宁长公主勾结前朝余孽，构陷忠良，谋害太后，意图谋反，罪大恶极，按律当诛9族。然念其乃皇室血脉，法外开恩，赐其自尽，留全尸。驸马谢无望，前朝余孽，潜伏多年，罪无可恕，判斩立决。其子谢景川虽年幼，却参与谋逆，判斩立决。其手下王猛等一众从犯，皆判斩立决。钦此。我不服！太后那个毒妇害死我母妃，我没错。这台词翻来覆去说了800遍了，他也不嫌累。待会儿他人头落地，你说他会不会还喊着我没错？那得问刽子手刀快不快。活该，让他们害定远侯，还是朝阳公主厉害，这么快就破案了。什么朝阳公主？人家现在是朝阳公主了，听说还加了金册。低调，低调。宿主，统统也要一根金册。你一头驴要什么金册？统统可以挂在脖子上。唉。皇兄总算是承认本王会教闺女了。王爷啊，这匾是夸您的吗？怎么不是夸的啊？教女有方，本王教出了公主，整个大周有几个王爷能做到啊？爹，您又在这显摆呢。闺女，哎，快来，哎，站爹旁边，让路过的人都看看，这就是本王教出来的好闺女。爹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出息？本王现在有的是出息。往后出门啊，人家都喊我公主她爹，那多有面啊！公主她爹，公主她爹！你这驴怎么也学会了？他什么都学。
快走！听说了吗？今晚春风楼首演《前朝覆灭记》，据说请的是当年亲身经历的人编的剧本。南风雅院新排的太后微服私访记也好看，我二姨的三姑的侄女在里头当丫鬟，说太后本人亲自指导。四海剧院更绝，请了西域来的杂耍班子，那喷火的，看得人眼珠子都掉出来。报账！春风楼总号上月盈利8万两，南风雅苑上月盈利6万两，四海剧院上月盈利5万两，还有咱们在江南新开的3家分行。哎，行了，本郡主耳朵要起茧子了。黄姐，你这二东家当的可还满意？满意。本公主现在可是京城第一富婆，母妃再也不用念叨我不务正业了，天天问我啥时候带她去南风雅苑看新戏。本少爷现在可是大周第一编剧，写的话门子供应求。我爹现在见了我都客客气气的，生怕我不给他留贵宾旗。宿主，彤彤的积分攒够了，现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那你先去把南边那家想模仿咱们的戏楼给本公主踹了。好嘞。所以，这3年国库收入翻了3倍，全是朝阳那丫头开戏楼赚的。回陛下，公主名下的戏楼遍布大周13省，每年纳税占国库收入40%。不仅如此，她还带动了周边产业，客栈、酒楼、车马行，如今京城一铺难求啊！朕当初让她当个京都巡查使，是让她维护治安的。陛下，公主虽经营戏楼，但京都巡查使也未曾懈怠。3年来，京城治安大好，百姓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。那些前朝余孽的残余势力，也都被巡查司配合锦衣卫一一肃清。黑岩，你说？回陛下，公主确实能干。如今锦衣卫的新人都要去公主那戏楼学习观察人心、推理暗案。公主的查案手法已成锦衣卫必修课。朕的锦衣卫去戏楼学习。还是少阳这丫头懂哀家，这戏楼开得好，哀家想看什么就看什么，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去南风馆了。太后娘娘，您这3天2头的传戏班子进宫，外头都有闲话了。闲话？哀家都这把年纪了，享受怎么了？先帝可以后宫佳丽3000，哀家看点俊俏后生怎么了？再说了，哀家可是花了钱的。皇祖母，新戏好看吗？来，坐哀家旁边。少阳啊，哀家有个想法，你看能不能排一部《太治智斗前朝余孽》，把哀家当年微服私访、暗中查案的英勇事迹好好演一演。皇祖母，您当年是被拉蒂驮去南风馆躲着的。胡说，哀家那是为了引开贼人，掩护暗卫，艺术加工，懂不懂？对，艺术加工，统统可以作证。你看，拉蒂都同意了。闺女啊，爹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事儿，就是把你娘娶进了门，生出了你这么一个宝贝闺女。现在爹出门啊，谁不喊一声老太爷啊？以前那些看不起爹的，现在见了我，那都点头哈腰的。爹，你是不是又输钱了？胡说！爹现在可是大周首富的爹，还去赌钱？爹现在只投资。昨天刚投了谢怀州那小子一个新画本子，据说叫什么霸道公主爱上我。
谢怀州，你给我出来！公主别急，那是虚构的，虚构的。主角不叫叶琼，叫叶，反正不是你。谢怀州，你完了！陛下，咱们这样偷溜出来，真的好吗？哼，朕批了3年折子，也该歇歇了。朝阳那丫头不是说她开的戏楼遍布大周，让朕有空去巡视巡视吗？朕这是去巡视啊。那宫里有太后坐镇，乱不了。再说了，端王那个混账最近迷上了投资，没空惹祸。昭华跟谢怀州忙着写新本子，适于朝阳嘛。那丫头现在是大周首富，比朕有钱，朕管不了她。这小子总算知道享受享受了。皇祖母，您不去？哀家等他们先探探路，看看哪里的戏楼最好，哀家再去微服私访。彤彤也要去，彤彤驮着皇祖母。叶琼，咱们接下来干嘛？干嘛？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啊！本公主可是要成为大周第1女首富的人，戏楼开遍大周算什么？下一步，开遍天下！这话记下来，下一步画板子的结尾有了。闺女，带上爹，带上爹，爹给你当账房先生。您不把账本弄丢就谢天谢地了。大周第1纨绔系统任务结束，宿主，我们下一部戏见。